丈夫去参加同学聚会，回来就跟我提了离婚。他见到了他的初恋，对方离婚了，过得不太好。他说，给他优越的生活是他曾经的梦想。以前他没有能力，不配拥有它。现在他有这个能力，必须抓住机会。我没想过中年危机会发生在我身上。在外人看来，我和江永达是模范夫妻，我们相处和谐，很少发生争吵。江永达除了必要的应酬，几乎不在外面用餐。如果能按时下班，他一定会回来陪我和孩子吃晚饭。周末，他还时不时陪我们一起去周边游。作为一名成功的中年企业家，跟那些动不动就去会所，或者明明不出差却常年不着家的生意场上的伙伴相比，江永达称得上是好男人了。他不花天酒地，不赌博，没有奢侈的爱好，时常被那些富家太太挂在嘴边当楷模，用来教训自己的老公。对于我来说，江永达是个称职的丈夫和爸爸。曾经谈恋爱时期的我们也有过热情和甜蜜，随着年纪渐长，那些激情慢慢褪去，化为生活中的平淡和温馨。虽然嘴上不再挂着爱，但我知道感情并没有消失。直到现在，每天早上江永达出门时还会亲吻我的额头。结婚多年，这是他养成的习惯。作为业务繁忙的企业老总，他总会抽出时间去参加女儿的家长会。他很顾家，从不把工作上的负面情绪带回家里，哪怕再烦躁，也不会对我和女儿发火。这是我用多年的耐心慢慢培养出来的好男人，我很满意。我们携手走过了这么多年，我以为我们会相伴到老。可是昨天从同学聚会回来，江永达一反常态，晚上倒头就睡，没有像往常那样跟我聊天。今天早上一起吃早饭，他也一言不发。我正在喝粥时，他猝不及防开口：苏苏，我们离婚吧，我差点被一口粥呛死。我不明白，一切不都是好好的吗？前几天我们还在讨论结婚纪念日去哪里旅游，江永达还提议说让他爸妈来照顾悠悠几天，我和他单独出去玩一趟。老婆，我们好久没有享受二人世界了，他抱着我说。我们好不容易闯过了生活的风风雨雨，剩下的都是坦途了。我们已经迈入40岁的坎儿了，不再是激情冲动的年轻人了。只是一个高中同学聚会，我想不通，是什么让江永达做出这种没有任何理智的决定？我搁下碗，盯着江永达，足足愣了1分钟。你在开什么玩笑？江永达郑重地看向我。苏苏，我没有开玩笑，我觉得有些荒谬，但还是尽量情绪平稳。好，你跟我说说，到底是什么原因？江永达坐在那里，开始缓缓叙述。他的声音低沉平稳，但提到某个名字时，不经意上扬的嘴角和格外温柔的语调，证实了他没有开玩笑。等他说完，我的情绪激烈翻滚。我很想云淡风轻，保持体面，但眼眶的失意早已泄露了情绪。一开口就带着哭腔，所以你遇到了你的初恋，他离婚了，过得不好，你想娶她？你不明白，苏苏，他跟你不一样。江永达急着解释，他从小家境好，像公主一样被宠大，从来没过过苦日子。结婚后，她婆家条件本来也不错，可后来她丈夫赌博，家产败光了，还欠了高利贷。好不容易离婚了，她爸爸却车祸去世了，她再也没有可以依靠的人。这些年，她从来没有工作过，根本没有独立生存的能力。你不知道，昨天聚会时，我看到她穿着那双掉了皮的高跟鞋，心里有多难受吗？她可是杨婉之曾经众星捧月的小公主，以前她随便一双鞋就够我几个月生活费。那样的天之娇女，却看上了一无所有的我。我们从高中谈到大学，虽然不在同一所大学，但还在一座城市。她到我的学校陪我上课，跟我一起吃路边摊，陪我去做兼职。我看着眼前真情流露的男人，那么喜欢，当初为什么要分手？我不忍心。江永达苦笑，他不嫌弃我穷，我却嫌弃自己。那时候刚毕业，我租在300元1个月的地下室，前途渺茫，我给不了他想要的生活，
也舍不得他跟着我吃苦。我不配拥有他，除了放手，我还能做什么？我深吸一口气，现在你给得起他优越的生活了，想把最好的捧到他面前。那我呢？我和悠悠呢？我恨自己不争气，眼泪不受控制地朝外涌。这些年我很少哭，看到我流泪，江永达也慌了，他手忙脚乱地帮我擦眼泪。苏苏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不好，我伤害了你们母女，我把钱都留给你们，我什么都不要。你和悠悠还可以过以前一样的生活，所以这个婚你是一定要离的，对吗？我冷笑。婉之太弱了，她甚至连一份稳定工作都没有，我怕再这样下去，她会活不了。她没有工作，你可以帮她找一份啊。为什么一定要娶她？我大声质问。不行，我问过她了，她不会无缘无故接受我的好。嫁给你，就能心安理得接受你的好了是吗？她不知道你是别人的丈夫吗？她不知道破坏别人的家庭很无耻吗？杨婉之，她怎么能这么不要脸？我从来没有这样情绪激烈过。够了，你一向大方得体，温柔贤惠，怎么能这样说别人？婉之没有错，是我想娶她，她拒绝了，是我要坚持的。我看不下去她过得这样狼狈，你舍不得了是吗？我打断她，我不会离婚的，这是我费尽心力经营的婚姻，我不会拱手相让，让别人摘果实的。你好好冷静一下，想好了联系我。江永达拎着外套朝外走。这几天我住公司，江永达的好男人人设崩塌了。他把杨婉之和他女儿接到这座城市，住进了他名下的一套高级公寓里。他找朋友托关系，把杨婉之的女儿送进了实验小学，和我们的女儿悠悠同一个学校。他还在公司里给杨婉之安排了一个职位，他的秘书。去开会、拜访客户、应酬吃饭，他都带着杨婉之。在饭桌上，有人开了几句杨婉之的玩笑，他当场翻脸。所有人都说江永达老房子着火，中年遇到真爱。去美容院做保养时，碰到几位熟悉的太太，她们言语上关怀，替我愤愤不平，眼神里的幸灾乐祸却怎么也掩饰不住。这些年，江永达的好男人楷模形象早让他们恨得牙痒痒，谁还没个嫉妒心呢？世上多的是见不得别人好的人。现在我终于变得跟他们一样了，他们跃跃欲试，开始散发同情心了。几位太太把我围住，跟我分享怎么对付外面的女人，守住家产，把老公的心拉回来，七嘴八舌。从美容院出来，我发现自己竟然不自觉把他们的话听进去了，甚至开始考虑哪种方法可行。曾经我是最不屑把心思都用在男人身上的，我还一次次劝那些太太们自己找点事做，忙碌起来就会发现根本没空想男人，而且出轨的男人身心都脏了，抢回来了都嫌膈应。没想到有一天我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那种人。以前能轻飘飘说出那些风凉话，是因为事情没发生在自己身上。当亲身经历了，才明白拿得起放得下真的很难做到。这是我兢兢业业付出全部心血经营的家庭，我用尽了耐心一步步教导培养出来的男人，我真的没办法说丢就丢。结婚多年，我对江永达的性格了如指掌，他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。我相信，如果我放低身段装可怜，苦苦哀求，凭着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可能这个婚最后还是没法离。但是我不愿意，我没办法做到，在他出轨后还要哀求他。凭什么？错的人又不是我。于是我们就这么僵持着。我的态度越强硬，越坚持不肯离婚，江永达反而越来越理直气壮了。他对我的愧疚，对我的心软，也在一点点减少。他趁我去上班的时候，回家把自己常穿的衣服都收拾走了。两人搬到一起住了，他高调和杨婉之出双入对，他完全不给我留一点颜面。他要离婚的心很坚决，我内心的固执被激发了，坚持不离婚。我就不让他们名正言顺的在一起，让杨婉之背负小三的身份。
悠悠的学校要开家长会，我的工作室那天刚好要来一个大客户，我必须陪同。没办法参加家长会，我提前给江永达打电话，想让他安排好时间，能抽空过去。对面是他助理接的，小伙子语气恭敬：“太太您好，江总交代了，除了离婚的事，他跟您没什么好谈的。”挂掉电话，我直奔公司总部。前台小姑娘微笑告诉我，没有预约，不能上去找江总。我让他现在联系预约，他说江总不在公司，让我改天再约。我说我是江太太，让我进去等。他微笑说，任何人见江总都得预约。出了公司，我去了附近的那套公寓，江永达和杨婉之的爱巢。站在门口，我输入密码，显示密码错误。回家的路上，我靠在车里，苦涩地笑了。没想到有一天，我会联系不上江永达。以前，他总是第一时间接我的电话。他说，开会时他会屏蔽所有人的来电，除了我。周末，我们小家庭的郊游时间，那些有重要事联系不上他的人，都会把电话打到我这里来。而现在呢？我想起了前几天一位太太告诉我的，圈子里的人笑称，找不到江总就联系杨秘书，一准能找到人。心里一阵阵闷着疼，我想不出来为什么，好好的生活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。晚上回到家，悠悠已经坐在饭桌上吃饭了。最近都是司机接送他，我告诉他，爸爸出差去了。阿姨盛好饭端上来给我，我正准备吃，悠悠却抬头看向我，她的眼眶里蓄满泪水。妈妈，爸爸没有出差对吗？我正在想借口，她自顾自说下去。今天我看到爸爸了，早上他送一个女孩来上学，晚上又来接她。他跟一个阿姨一起，他还搂着那个阿姨的腰。妈妈，爸爸是不是不要我们了？那个女孩跟我一样，也是6年级，是新转来的，在3班。我去她教室外面看了她，长得还没我可爱呢。爸爸是不是要给她当爸爸了？他不喜欢我了吗？看着伤心欲绝的女儿，我不忍心告诉她真相。爸爸只是暂时帮朋友照顾孩子，过段时间就会回来了。半夜，悠悠发高烧了，我背着她上车，让司机赶去医院。车上烧得迷迷糊糊的悠悠一直在喊爸爸。妈妈，爸爸会来的吧？他抓着我的胳膊问。以前每次我生病，爸爸都会守着我。我淋了那么多水，发烧这么严重，爸爸肯定会来看我的，对吧？我搂着他的胳膊僵住。悠悠，你是故意把自己搞生病的。悠悠小声道。我用淋浴把自己全身淋湿，还不擦干，我就知道肯定能成功。我好久没见到爸爸了，我只是想见见他。我紧紧抱着他，泪如雨下。傻孩子，你怎么能这么傻？妈妈，你快给爸爸打电话，告诉他我生病了。然而，悠悠还是失望了。电话一遍遍响，对面始终没人接。在医院里输完点滴，已经是第2天早上了。看着躺在病床上睡着的悠悠，摸了摸他还烫着的额头，我打电话给他的班主任请假。悠悠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上午10点多了，我给他买了点粥，带他出院。走过一道长廊时，悠悠忽然顿住脚，愣愣看着前面。顺着他的眼神，我看到了不远处的一家3口。江永达和一个女人正在哄一个小女孩，那女孩11、12岁，和悠悠差不多大。宝贝，你不是说肚子疼吗？乖乖跟医生去检查好不好？女人声音很温柔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杨婉之，说实话，有点失望。她看起来很清瘦，柔柔弱弱，但确实称不上漂亮。脸色有些蜡黄，眉眼间带着憔悴，看得出来，这几年她确实过得不太好。我想不明白，自己怎么会输给这样一个女人。从外貌到能力到才华，我自信她没一样比得过我。看来，初恋的力量果然强大。即使美貌不在，杨婉之照样能把江永达迷得团团转。妈妈，我骗你的，我没有肚子疼，我只是不想上体育课。小女孩瞥了眼杨婉之，愤声道：“你都不知道我们体育老师多可怕，每次都要让我们跑800米。你这孩子怎么能说谎呢？”
杨婉之语调拔高。小女孩赶紧躲到江永达身后。江永达护着她，对杨婉之笑道：“哎呀，算了，小孩子嘛，不就是不想跑800米，咱不跑就是了。”说着，他又低头对小女孩道：“没事，叔叔去找你们班主任，说你身体弱，不能长跑。”小女孩眼睛亮起来：“真的吗？”杨婉之没好气地推她一把，就会惯着她。我低头看悠悠，她已经满脸泪水。直到那3个人离开，悠悠还埋在我怀里抽泣，很久很久。哭好了，她抬起头，擦擦眼泪，问我：“妈妈，你跟爸爸离婚好吗？”我不想要他了。看着女儿坚定的眼神，我点头。好，是啊，我坚持这么久，为的是什么？不就是想挽救这个家，保留它原来的温馨吗？可是江永达已经出轨，裂痕已经出现，就算我费尽心思把他挽回，这个家还能变回原来的样子吗？我破坏了他和初恋再续前缘，强硬地把他留在身边，他就算人还在这个家，但心也不在了。他会不甘心，会心生不满，会对我有怨气。那这样的家，我要来还有什么用呢？我想要的是家庭和睦，女儿能健康快乐成长。家庭和睦早已不存在，在这样的家里，女儿能快乐长大吗？是我钻牛角尖了。还好，女儿比我清醒，她比我明白，不爱我们的人留在身边也没用，那我们也不要她了。从死胡同里钻出来，我一下子就想通了。我忽然明白，离婚也没什么大不了。离婚后，我和女儿一样可以快乐生活。我有工作，有钱，有女儿，虽已步入中年，但保养得当，外貌维持得不错，我可以当一个单身快乐的富婆了。我迫不及待拿起电话打给江永达，同样是他助理接的。我大声道：“告诉江永达，我同意离婚，离婚手续办理得很顺利。”江永达还算有一点良知，知道自己理亏，全程都不敢直视我。他的心虚加上我温声细语的好态度，在财产分配这一块，他算得上大方了。所有的不动产以及现金全部归我，此外他还给了我10%的公司股份。他说这是给悠悠的，那我就不客气收下了。离婚后，江永达只剩一个公司，但公司就是他的保障。他有能力，有客户，有资源，有市场，只要公司在，他就有源源不断的财富，所以他才愿意对我那么大方。1个月后，我们去民政局领离婚证。这次领证，悠悠陪着我一起来的。他全程没有跟他爸爸说一句话。从民政局出来，江永达讨好地对悠悠笑道：“爸爸送你们回去好不好？”悠悠，虽然爸爸妈妈离婚了，但爸爸还是跟以前一样爱你。就在这时，杨婉之牵着她的女儿过来了。那女孩直接改口了，冲着江永达喊：“爸爸，我们去游乐园吧，你之前答应我的。”悠悠拉着我的手就走。妈妈，我们回去吧。离婚后，江永达的妈，也就是我的前婆婆，来找过我一次。她为我愤愤不平，拍着胸脯向我保证，一定不让那个狐狸精进门，说她只认我这个儿媳妇。可是没过多久，我就听说了江永达和杨婉之领证的事。据说他妈妈本来态度强势，做好了常住的打算，还说不把杨婉之赶走誓不罢休。很快他就败下阵来，灰溜溜地被儿子送回了县城。因为老太太把杨婉之气晕了3次，江永达心疼了，冲他妈发脾气了。所以说，家里谁挣钱，谁就有话语权。归根结底，老太太现在靠儿子养活，真要较真起来，她也只能妥协。不过也能看出来，杨婉之看着柔柔弱弱，实则不简单。姜思达被这个女人吃得死死的。离婚后，我跟江永达几乎断了联系，只是偶尔从共同的朋友那里听到一些他的近况。我发现，对于他的事，我甚至都懒得听了。江永达过41岁生日的前一天，他破天荒地给我打电话了。这是离婚后我们第一次通电话。那个苏苏，明天我过生日，婉之说在家里办个小型宴会，你和悠悠一起过来玩吧。没时间，我这几天都很忙，我直接拒绝。江永达愣了下，又道：“那你忙，我让司机去接悠悠过来玩。”
不行，我再次拒绝。他一个人过去，我怕他被欺负。你这是什么话？她是我女儿，我唯一的孩子，谁敢在我家欺负她？你确定你只有一个女儿？你家里不是还有一个吗？对面迟疑了，我果断挂电话。晚上，我还是把这事告诉了悠悠，问她想不想去，我尊重她的意见。悠悠直接拒绝，不带任何犹豫。第二天晚上，夜里12点多，我准备睡觉了，却接到了江永达的电话。他似乎喝醉了，说话含含糊糊，吐词不清。苏苏，多年来，这是我第一次没有跟你在一起过生日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心里空落落的。今天家里来了很多人，有亲戚朋友，还有生意伙伴，很热闹，我却觉得孤单，心里不舒服。以前每年过生日都是我们一家3口一起庆祝，虽然人不多，但我很开心，很满足。我没有吃到你亲手做的榴莲蛋糕，也没有收到悠悠送给我的礼物，我难受。江永达有个毛病，一喝酒话就特别多，特能唠叨。为了防止他继续说下去，我及时打断，你喝多了，早点睡吧。刚挂了电话，他又打来，看着持续响个不停的电话，我直接关机了。躺在床上，我脑海里浮现起江永达说的榴莲蛋糕。其实我不喜欢榴莲，很讨厌榴莲的味道，悠悠随我也不吃榴莲。但江永达相反，他特喜欢吃榴莲。每年他过生日，我都会亲手做一个榴莲蛋糕，他是真喜欢，能一个人全部吃完。做蛋糕的时候，不想闻到浓郁的榴莲味，我都会戴上口罩。自从离婚后，家里再也不用买榴莲了，我也再不用勉强自己闻那个不喜欢的味道了。真是太好了！离婚后，我发现整个人都轻松多了，主要是事情没那么多了。以前除了工作室要经营，还有各种关于孩子、家务、亲戚朋友等事务要处理。下班后要辅导孩子写作业，周末带他去上辅导班，关心他的学习、生活和健康问题。家里几处房产和店铺的经营管理，光是好几处的物业、水电等都是件麻烦事。还有家务，虽然做饭、卫生等这些请了阿姨来做，但熨烫衣服、归纳整理等很多小事充斥在每天的生活中。此外，公公婆婆虽然不跟我们住一起，但平时过节的拜访、礼物等都需要安排好。二老有事从来不找江永达，都是直接打电话给我，因为在他们眼里，儿子是大老板，每天很忙，不能打扰他工作。还有各种亲戚，不管是他那边的还是我这边的，只要来城里，都是直接找我，由我去招待，安排各种事宜。江永达很多生意上的客户需要维持关系，我要跟那些老板的太太们做朋友，时不时约出去逛街、美容，偶尔送些礼物，保持来往。以前我的日程表上总是写满了备注，提醒着谁要过生日了，谁要开新店了，谁的亲戚要做什么手术了等等。而现在我再也不用处理这些乱七八糟的关系了，我把多余的房产都卖了，只留了现在住的这套学区房、市中心的一套大平层以及郊区的一栋别墅，这样就不用管理太多房产了。其实我是个不爱操心的人，能偷懒就偷懒。这些年应对各种事都游刃有余，处理大大小小的琐事，那也都是被逼出来的。现在我除了工作，只用管好我自己和女儿，以及我的爸妈，其他那些乱七八糟的人际关系，通通被我抛掉了。我再也不用在日程表上写备注了。轻松下来后，我发现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了。我的工作室很快扩大了规模。这个设计工作室是我和以前的大学同学一起开的，虽然业务量不太大，但客户稳定，经营了几年，盈利每年也在增长。这天，助理告诉我有一笔很大的单子，利润可观，问我要不要接。我一看合作方的名字，就知道助理那欲言又止的眼神是什么意思了。对方是江永达的公司。这个单子我们不接，拒了吧，我说。下班后，我意外在楼下大厅看到了等在那里的江永达，一起吃顿饭。他问：没这个必要吧？我说：我就想问问那个单子，
你为什么不接？工作上的事，那去办公室谈吧，没必要吃饭。我把江永达带到了我的办公室。苏苏，我没别的意思，这个单子总是要找人做的，那给别人还不如给你。他刚坐下就跟我解释，再说你的人品我放心，交给你省事，我还省了对合作方被调的程序，你们公司也能赚钱，这不是一举多得吗？这个单子确实利润可观，拒绝掉有些可惜，但我还是不想接，因为我不想跟你有过多接触。你现在再婚了，我们以前又有过一段婚姻关系，这太复杂了，我不想你现在的妻子误会你是故意照顾我才跟我合作。不会的，婉之现在已经离职了，她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，也没机会插手公司的事。我们这是公事公办，没有任何私利，她就算知道了，也没理由反对。是吗？我怎么听说贵夫人前段时间搅黄了你一单生意呢？我微笑，虽然业务利润诱人，但我更是个怕麻烦的人。为了不被麻烦缠身，我宁愿不挣那个钱。不好意思了，江总，您再另外找合作方吧。我起身，做出送客的手势。从刚才提到那个被搅黄的生意，江永达的脸色就不太好看。看来杨婉之确实让他损失了不少。以前连提到杨婉之这个名字时，他的声音都会不自觉变温柔。这才结婚多久，白月光的杀伤力就快消失殆尽。看来白月光只适合放在心头珍藏怀念，而不适合放在枕边一起生活。靠得越近，滤镜的作用越少，白月光的真实样貌和性格也会暴露得越多。那些回忆里消失不见的缺点会一点点显露，越来越明显。不是我不看好他们，在离婚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他们很有可能不会携手到老，因为我一直比江永达更清醒、更理智。而且我知道，如果我坚持不离婚，也能达到目的，只是我不愿意费这个心思罢了，不值得。勉强把一个变了心的男人留在身边，我不屑。这些年跟太多富家太太打交道，且维持不错的关系，跟生意伙伴坐在一起也能侃侃而谈，在识人心这一块上，我也算是有自己的经验和天赋。跟杨婉之见面只有寥寥数次，但足以让我大致上了解这个女人。说实话，作为女人，她很幸福。小时候家境优越，有父母疼爱；结婚后夫家富裕，她能安心当娇妻。就算后来丈夫赌博欠债，夫家破产，也有父母全力帮助，把她拉出泥潭，让她全身而退。唯一运气不好的一点就在于，她父亲意外身亡，家里的顶梁柱没了。她和她母亲都是习惯了被教养，没有一点独立生存的能力，所以才会在她父亲去世后，他们被亲戚连蒙带骗，坑走了所有的家产。后来的这1年多，是她整个人生最惨的一段时间。因为从来没有工作过，她尝试出来自食其力，却处处碰壁，没有任何一个工作能做满3个月。但是家里还有女儿和母亲要养，她只能硬着头皮出来讨生活。就这样，她过了1年多称得上贫困的日子。但很快，她遇到了江永达，她的救赎。这个男人只是看到她穿一双掉了皮的鞋，就心疼到不行，非要把她娶回家。说到底，杨婉之被娇养习惯了，她没办法独立承受风雨。她是一朵娇花，适合被呵护。略微承受了一点风雨，她就差点被折断。所以，当江永达出现后，她才会紧紧抓住不放，因为这是她唯一能攀住的救命稻草。杨婉之这样的娇花，只适合放在富贵人家的温室里养着。庆幸的是，江永达现在有这个能力养她。但我敢肯定，如果将来他们的生活中遭受一点挫折，杨婉之不可能跟江永达并肩迎接困难。要么娇弱的她在挫折中被打倒，要么她被另外愿意教养她的人带走，她去攀附另一棵大树。江永达可悲的一点在于，到现在他还没有真正看清杨婉之，不干脆把她放在家里好好养着，居然企图让她出来招待客户。前段时间，杨婉之把江永达一扇大生意搅黄的事，我也是从朋友那里听来的。
因为合作对象是个女老板，江永达去谈生意的地点又是在度假山庄，就把杨婉之一起带去了。泡温泉的时候，男女要分开，江永达就交代杨婉之好好陪着那个女老板。可是进了温泉池，杨婉之全程就只跟女老板说了一句话，就是刚换泳衣时，她对女老板开玩笑说：“你是不是该减肥了？”女老板的脸色当场就变了。当时陪同一起的另外几位太太都惊呆了。后来杨婉之就一直拿着手机自拍，然后跟她女儿视频聊天。等挂了视频，发现女老板已经不在温泉池了，她也不在意，自己一个人又在那泡了半个小时。等在外面的江永达看到自家老婆一个人出来时，人都懵了。他问女老板去哪了，杨婉之还满不在乎道：“我怎么知道？”江永达又慌着去打电话，人家根本不接。去问了山庄的经理，才知道人家女老板一个人离开了。第二天，女老板就拒绝了江永达的合作邀请，开始跟另外一家公司洽谈了。我想，江永达事后肯定发火了，甚至不理解杨婉之怎么就把人家女老板得罪了。但其实我理解，杨婉之根本不擅长交际，更别说在无形中恭维人，让人感到舒服。她甚至连最基本的正常交流都做不到，不然也不至于之前每样工作都做不到3月就被辞退。江永达这些年身居高位久了，习惯了身边都是精英人士围绕，别说是那些生意场上的人精，就连他身边随便一个助理都能做到看他一个眼神就能领会什么意思。江永达误以为人际交往就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，他错就错在没有对杨婉之有一个正确的认识，连基本的培训都不做一下，就带他去见那么重要的客户。他还没有我了解他老婆。后来江永达跟几个关系好的老板朋友家庭聚会，杨婉之的女儿跟另一家的小孩打架了，他冲上去想要打那个小孩，被江永达拉住了。从此以后，江永达再也不敢带杨婉之见任何人了，不论是生意伙伴还是朋友。我身边的朋友总以为我还在介怀离婚的事，他们为我愤愤不平，骂江永达是渣男。所以每次江永达那边有什么不好的消息，他们总是急着来跟我分享，想让我心情好点。我很感激他们，也知道他们都是为我好，以为我听了这些会高兴。后来我告诉他们，其实我早就释怀了，江永达对我来说是陌生人了，我也不喜欢听他的任何消息，无论好坏。朋友们才相信我是真正放下了，不再在我面前提这个名字。我开始享受单身的生活，爸爸妈妈退休了，他们怕我一个人孤单，非要搬过来跟我一起住。他们平时还能帮忙照顾悠悠，我就更轻松了。二老之前都是高中老师，辅导悠悠作业的任务也都由他们接手了。我每天工作完后，晚上偶尔还能享受奢侈的独处时间。下班后，我有时间去逛街，约朋友吃饭，或者去健身房练一练。甚至在一次加班加点完成一个大单子后，我和合作搭档来了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。我俩作为工作室老板，大胆给自己放了1个星期的假，连夜订机票，飞到冰岛去看极光。我们是大学室友，看极光的约定是大学时就定下了，但毕业后就开始忙个不停，硬是抽不出时间来完成这个约定。这一次，我们终于实现愿望了。我发现单身后的我比以前自在多了。婚后，我的生活就围绕着一个字：忙。整天忙得晕头转向，从早忙到晚，从年头忙到年尾，春节放假更是累得浑身散架，好像总有做不完的事，连静下来好好思考一会的时间都没有。离婚后，整个人从紧绷的状态变得松弛，我甚至有时间去培养兴趣爱好了。我报了一个绘画班，1个星期去上3次素描课，这种悠闲的事，我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。我还想好了，再去报一个英语口语课，争取把口语练好。我计划这几年每年寒暑假，我都要带爸妈和女儿出去旅游。过几年，等国内都游得差不多了，我的口语也练好了，就带他们开始出国旅游。一想到这些美好的未来安排，我都觉得浑身都是干劲。我又对生活充满了热情。
经过了又一年的发展经营，工作室再一次扩大规模。我跟搭档忙碌了几个月，才把新办公室的装修、人员招聘培训、组织架构重新分配等各种事务安排妥当。终于能有时间喘口气了，我决定给自己安排几天休息，好好缓一下。这天下班，经过门口传达室时，保安小哥叫住了我。谢女士，有件事我想跟你说一下。可能是我多疑，但为了以防万一，我还是提醒你一下。小哥压低了音量。前段时间有个男的跟在你后面想进小区，被我拦下来了。我问他想找哪个业主，我帮他联系，他说不出来。第二天晚上，我又看到他在小区门口鬼鬼祟祟。一看到你进大门了，他又要跟着进来，还是被我拦住了。小哥顿了片刻，你猜后来怎么了？那个男的直接在我们小区买了套房，成为我们业主了。而且他买的房就在你家楼上，现在他能大方进入小区，我没法拦了。不知道他是不是为了您还是小心点。我点头跟小哥道谢。回到家里，我想了一会儿，起身来到楼上，在电梯口犹豫了一会，我还是觉得有点危险，万一那人不怀好意呢？我一个人也不是他对手，还是再回去想办法吧。刚转过身，电梯门打开，站在里面的江永达和我面面相觑。说吧，什么意思？在小区外随便找了间餐厅，我和江永达面对面坐下。餐厅的明亮光线下，我才看清楚，心下一惊，江永达怎么变这么老了？才1年多不见，他整个人沧桑了一大截，瘦了很多，脸部都有些凹陷了，也显得眼角额头的皱纹更多。更夸张的是头发，像是蒙上一层白霜。我问话后，对面的他一直低着头，没有吭声。我尴尬地咳了咳，那个，怎么不染一染？哦，你说头发呀？江永达像是刚回过神，哎，长得快，过段时间又要染，懒得费那个神。对了，你为什么要住我家楼上？我想起正事。江永达苦涩地笑了下，我失眠，严重失眠，整宿睡不着，去看心理医生，说是过度焦虑。我试了所有方法，都没办法缓解。后来无意间刷到你的微博，看到你的一张照片。那天下午，我靠在办公室椅子上，居然睡着了。后面几天，我就靠看着你的照片入睡。但你的微博只有那一张照片，几天后，那张照片也失效了。我再度失眠，他抬头心虚地看我一眼，所以我才会跟踪你。我发现见到你后，晚上就能睡着。保安不让我进这个小区，我干脆买了套房，在这里睡觉。我的失眠症居然自己好了。你别太荒谬，我挺无语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想了想，我又道，你最好搬走，每天晚上住我家楼下，这算什么？我们离婚2年了，我不想再跟你有任何瓜葛。还有，你老婆知道这事，认为是我在纠缠你，跑来找我麻烦怎么办？你知道，我最讨厌麻烦了。我跟他提离婚了。江永达看着我说，这下轮到我惊讶了。那可是你的白月光，你发誓要一辈子对他好的人，这才结婚2年，怎么就过不下去了？我承认，好像有点幸灾乐祸了。是我对他滤镜太厚了，原来初恋只适合活在记忆里，真在一起生活了，才是一地鸡毛。不至于吧？你好歹也是上市公司大老板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世界上大部分困难都能用钱解决。你们又不缺钱，生活中很多矛盾都不会产生。可能我以前接触的都是正常人吧。姜思达苦笑，你知道吗？我感觉杨婉之她都不是个正常人，我都不敢相信，有一天我能被一个女人快要逼疯。江永达像是终于找到可以倾诉的人，絮絮叨叨跟我讲了很多。他说杨婉之何止没有独立生存能力，连自理能力都没有，她连任何一件小事都做不好。有一次他把一份文件落在家里了，就让杨婉之帮忙送到公司去。他在电话里千叮咛万嘱咐，一定要按时送到，和合伙方开会等着用。结果杨婉之硬是把文件送迟了整整1个小时。他在家里慢腾腾化妆挑衣服，浪费了1个多小时。
江永达见到他的时候怒火冲天，质问他为什么来这么慢，差点误了他的工作。他却慢悠悠地说，因为他要用最美的姿态出现在公司里，给他长长脸。江永达一口老血差点喷出来。等到开会时打开那份文件，那份盖了政府公章的文件，上面却满是油渍，应该是吃的什么东西掉在上面了。江永达已经气到说不出话来了。他的脑回路跟正常人就不一样，再重要的是，你跟他强调100遍，对于他跟没说一样，他就是能一个字都听不进去。江永达说的时候，额头的青筋已经在跳了。他说，前段时间他的父亲生病住院，需要有人陪床，他母亲白天守着，晚上需要再请一个护工。请来的护工晚上偷偷睡觉，没发现他父亲摔到床下，要不是护士发现，他父亲就要窒息而死了。江永达要辞退那个护工，杨婉之还拦着不让。那个护工是他找来的，是他妈妈在老家的一个亲戚。杨婉之说，把人赶回家了，他妈妈在亲戚面前不好交代。江永达气得当场扇了杨婉之一巴掌。那是我第一次打人。江永达深吸一口气，我知道暴力不对，但我还是没忍住。杨婉之这个人，他就是有办法让你暴躁发怒。他又看向我，和你结婚那么多年，我从来没在家里发过火，可是和他结婚2年，我感觉自己都得狂躁症了。现在只要一回家，一看到他的脸，我就忍不住浑身暴躁。以前我以为自己是个没脾气的人，和他生活我才知道，原来性格真的会受身边人的影响。江永达说，他父亲住院1个多月，后面没有找到合适的护工，都是他在守夜。连续1个月，白天他在公司上班，晚上就去医院守夜。他说，那1个月，他感觉自己老了10岁。还有一件事，之前公司竞标下一个大项目，账上资金基本都投进去了，还在银行贷了大笔款项。杨婉之不知道从哪知道这件事，非要跟我闹，说贷那么多钱投进去，万一赔了不就倾家荡产了，非要让我把项目退回去。你说这不是开玩笑吗？他甚至把我以前给他的钱都放在他妈那里了，生怕我钱不够了问他借。我也是彻底死心了，跟他提了离婚。你说我这还没破产呢，他就这副嘴脸，生怕我牵连到他。那我真破产了，他不马上卷铺盖跑了？那他答应了吗？我有点好奇。他还在犹豫，既怕我这个项目失败了拖累他，又怕万一离了，我成功了他又占不到便宜了。你说可笑不可笑？江永达叹了口气，我想起了创业那几年，你在我身边陪着的时光。因为有你的加油打气，说实话，那时候我一点都不怕失败，因为我知道，就算失败，你也不会离开。你就是我的安全感和底气，有你在，我才能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拼搏。这么一说，我也想起来那几年，明明没过去太久，怎么就像是上辈子的事了？看来还是我这些年经历了太多。刚毕业，我明明考进了一个好单位，之前定好的岗位却被一个关系户给顶了，我被发配到乡镇去守仓库。一气之下，我直接辞职，应聘到江永达创业的小公司。当时的想法是，小公司总没有关系户了吧，而且说不定以后公司发展好，我还能成为开朝元老呢。那时候公司除了江永达这个老板，一共只有5个员工。在日复一日的加班和相处中，我跟江永达萌发了感情，就这么在一起了。刚开始的几年，公司遇到好几次危机，差点没撑下来。每次我都会坚定地站在江永达背后支持他。我告诉他，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吧，失败了也没关系，大不了从头再来，我们都还年轻。那时候我是真的相信江永达能成功，因为有过共同工作和生活的相处经历，我了解他的才华，也看到了他的努力。有能力且狠得下心拼的人，最后一定能成功。最后证明我的眼光是准的，迈过了最大一道坎儿，后面就是一路坦途，策马奔驰。和江永达结婚后，接着又怀孕生孩子。等到悠悠上了幼儿园，我才彻底退出公司，开始着手经营自己的工作室。
当初辞职进入江永达的公司也是一时契机，如果不是后来跟他谈恋爱了，我想我应该不会继续在他公司待下去。我有自己的兴趣，有自己想发展的事业，我想做自己喜欢的事。当时坚持陪着他打江山，做着自己不感兴趣的工作，只是因为爱。你都不敢相信，一个人怎么能笨成这样？他真的是连一件小事都做不好，连水费电费他都不会交。之前家里还停电过一次，就是因为他没有及时交电费。这么些年，我也是第一次经历家里停电。他还动不动打电话给我，我在开会，他火急火燎打来电话，说家里水管漏水。水管漏水他去找修理工啊，找我有什么用？江永达还在跟我念叨杨婉之的事，可是我已经没有听下去的耐心了。你们还没离婚，我希望还是能避嫌，你不要再住这边了。我打断他，我不想背上莫须有的小三骂名，你能做到吗？江永达点头，好，我答应你，马上搬走。那我离婚后能继续住这边吗？我知道自己没资格打扰你，我只是住这里，保证不出现在你面前。以后再说吧。我起身离开。反正他离婚还要一段时间，等真离婚了，悠悠差不多也要初中毕业了。到时候看他考到哪里上高中，我就直接把这边房子卖了，搬到悠悠新学校附近住。最终，江永达没有离婚，他不愿意了。很突然的消息，江永达得了胃癌，还是晚期。我活不久了，这个病很大原因是杨婉之害的。离婚后，他无牵无挂，再找个男人养活他，我一个人悲惨的死去，岂不是太便宜他？所以我不离婚了，我要他伺候我直到死。江永达把癌症的事告诉了杨婉之，说自己快死了，只要他好好伺候自己，以后遗产都是他的。杨婉之信了，尽心尽力地伺候江永达，而江永达总是想出各种方法搓磨他，让他整夜不睡觉，守在自己床边。要吃海鲜粥，要让他亲手做；吐的痰让他用手接，等等。可能是遗产的诱惑太大，杨婉之就真的默默忍受着。江永达的生命力还挺强，医生说他活不过3年，他却硬是挺了5年。这5年，杨婉之被他摧残得弯腰驼背，头发花白。等到江永达终于离世，杨婉之才松口气，正准备接收遗产，却被告知遗产没有他的份儿。江永达生前早就立了遗嘱，并做了公证，他的所有遗产分给了他的父母和唯一的女儿悠悠。杨婉之只得到了一套不到100平米的普通单元房。他不服气，去找了律师，但律师告诉他，遗嘱是有效的，他确实什么都得不到。杨婉之变得疯疯癫癫，每天跟在我身后，要我把钱还给他。眼不见为净，正好悠悠上了大学，我把本地的房产都处理了，带着父母搬去了悠悠大学所在的城市。杨婉之确实看着有些可怜，但我不会给他1分钱，因为我知道，一旦开了头，对于他这种只会依附别人的藤蔓来说，像是找到了宿主，往后余生，他一定会想尽各种办法扒着我不放，再也甩不开。没有独立生存能力的成年人，一定要远离。我不允许任何人来破坏我的生活。我的人生以后将会是晴空万里，一片坦途。晚安。